拜登强调避免与中国开展新冷战，却又公开承诺保卫台湾，到底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美国政府对台的政策一直就是战略模糊，也就是既承认一个中国，又支持台湾自卫。10月22日，拜登在接受 CNN 采访时却一反常态的强硬。在2次被问及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拜登都回答是的，我们有这方面的承诺。拜登还强调，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可能犯严重错误的活动。与此同时，拜登还表示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相处的时间在所有国家领导人中是最多的。美国并不想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美国只想让中国明白不会改变我们的任何观点。事后，一名白宫官员澄清，美国并没有宣布要改变对台政策的意思，也就是仍然要坚持战略模糊。但是从拜登的这些谈话中，仍然能看出其潜在的想法。一，拜登政府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能力和美军抗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拜登非常的自大。这套说辞表面上看似乎也对，美军好像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要看他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对手作战了。美国在阿富汗打了20年的仗，刚刚遭遇了惨败，被迫撤出。美国在亚洲进行的另外几场局部战争，比如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最终都以失败收场。它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2场战争都需要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如果美军在台海与解放军较量，拜登将面临的将会是又一场惨败，而且可能是导致美国霸权衰落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嘴炮打得响，估计真动起手来当缩头乌龟的可能性更大。第二美国承诺保卫台湾，特别强调不允许解放军通过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也就是说，所谓保护台湾的承诺是个幌子，不允许解放军通过武力完成统一才是真的。现在美国把台湾问题当成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王牌，一方面可以在与中国大陆打交道时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还能从台湾榨取高额的保护费。因此，台湾问题本身对美国来说就像是毒品，早已经吸食上瘾了。一旦中国大陆统一了台湾，美国就会不适应，同样会冲击美国的全球霸权，也会打击美国在其盟友心中的形象。然而，拜登必须明白，台海现状不是美国想保护就能保护得住的。如果台独分子逼得中国大陆需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美国恐怕就已经输了。因为你敢干涉吗？美国是否承诺保护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讲并不重要，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句空话。重要的还是中美军事力量的对比。终有一天，美军会发现，在亚太地区根本就无力与解放军对抗，他也就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台湾问题迟早会变成美国的烫手山芋，成为中国大陆敲打美国的一张牌。第三美国不想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的新冷战，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会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拜登的这次讲话重点是中美整体关系，也就是不搞新冷战。美国仍会在人权、意识形态等领域与中国对抗。近日，美国联合40个国家在联合国就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而中国联合了80个国家进行反击，这就是中美未来对抗的一个写照。当然，对抗归对抗，但是需要合作的时候，双方依然会坐下来认真谈判的。比如，中美在气候变化、经贸等领域依然需要对话与合作。其实，美国与中国合作，我们当然欢迎，但是美国要对抗，我们也不怕。中美之间的影响力之争是一场长跑，最核心的因素是2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管理水平的较量。如果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那么就会在中美竞争的各个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其本质还是要看政府能不能解决好民生问题和老百姓的参政议政问题。中国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之路。美国在社会撕裂、种族歧视等问题很严
严重的情况下，在联合国所做的只不过是黔驴技穷式的表演。最后，我们评价美国的台海政策，重要的不是看拜登说了什么，而是要看美国在做什么。中国大陆早已掌握了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如果美国胆敢挑战一个中国的红线，那么武统随时都可能到来。到时候，美国无论做出任何选择，都会以失败收场。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在台湾问题上挑战14亿中国人的意愿，不会有好的下场。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